初，你能听到吗？顾念初，你在不在？闺蜜没了，工作没了，倒欠公司10万违约金，余额剩200块。老天爷，你对我也太狠心了吧！念初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谁在说话？我是明堂啊！明堂，你别吓我，我可是你最好的闺蜜。顾念初，你个胆小鬼，我没死，我只是穿到另一个世界了。真的是你吗，明堂？你说你穿到另一个世界了？我现在在一个叫昭明的古代，穿成了一个冷宫废妃。这里在闹饥荒，我快饿死了。古代冷宫饥荒，对，这铜镜好像能传东西，你试试给我传点吃的。怎么传？你想着我，使劲想。传过来了，念初，你真传过来了。明堂，你真没死。当然啦，念初，我想到了一个逆袭致富大道。先给你传这些。你刚才说那个致富大道是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我这虽然是冷宫，但这里的东西都是真家伙。我把这边的东西传给你，你拿去卖，说不定还能被当成古董，然后用钱买粮食给我。粮食多了，我就能从这里出去救更多的人，咱俩一起翻身。那你试试传过来，随便什么都行。小唐，怎么回事？夜壶，冷宫里能翻出碗和夜壶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吗？这个碗看起来还不错。当然了，念念，趁还不太晚，赶紧去卖。有家店营业到12点，我现在去。明堂，你等着我，肯定等你，小心点，别被坑了。老板，麻烦您看一件。不收不收，小姑娘就别来凑热闹了。老板，打扰了，我这里有件东西，您看看。小姑娘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您先看看这个。小姑娘，你这碗哪里来的？家传的。你家是做什么的？种地的。这釉色，这彩绘，这器型，我干了40年，见过上万件东西，从没见过这种工艺。这东西貌似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。1万，我给你1万。1万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念念，你在哪儿？我好饿。不签，那你别给我干了。我再去问问别家。等等，1万2。1万5，就这个价了。这条街你随便去问，没人敢收来历不明这个程度的东西。
只有我。成交，但是我要现钱。小姑娘，你不太像种地的。您刚才说不属于已知文明，这世上真有我们不知道的文明？做这行这么久，我见过很多解释不了的东西，但你这个是最解释不了的。周老板，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你。要是还有这个年代的东西，一定先来我店里。明堂，15000块。多少？我擦！念念你太牛了！明天我去买粮食，米、面、油，你要多少我给你传多少。念念，谢谢你。少来，咱俩之间说什么谢？行吧，那你明天多买点肉。我这边冷宫里还有个小丫头，饿得都快飘起来了。好，你早点睡，明天一早我就去。这个以后不用了，你还活着。娘娘，您说真的有人会给咱们送吃的？放心，你就等着吧。明堂，接好了。娘娘，你是神仙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我有一个比神仙还牛的闺蜜。有吃的。拿去，1人1碗，不够还有。娘娘，娘娘是良神下凡，是良神娘娘。有锅的自己回去煮，没锅的来这儿。我这儿有粥。良神娘娘大恩大德。别磕，留着力气吃饭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谁让你们在这儿聚集的？这是哪里来的？我变出来的，不行吗？你这个狒狒，你哪里弄来的粮食？偷的，抢的！给刘嬷嬷。刘嬷嬷，你在冷宫当了这么多年管事，朝廷管过你一顿饱饭没有？我不偷不抢，这粮食干干净净。你要是想吃，坐下来吃就行了。念念，今天有20多个人来领米，有个老头喊我良神娘娘，我差点呛着。良神娘娘还挺适合你的，这哪适合了？我之前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不过念念，我把粮食分出去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。你那边粮食还够多久？省着吃能撑1周，但是来的人会越来越多。那就继续买。你那边稳住人，我这边继续卖东西。你上次那个碗卖了之后，老周还在等着下一件。行，我把冷宫再翻一遍。
这是我做的。顾念初，你不是离职了吗？这视频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你有什么证据是你做的吗？行，那你现在做一遍。掐丝珐琅，第一步，在铜板上勾线，用什么笔？第二步，填釉料，先填浅色还是先填深色？第三步，烧制，温度多少？你凭什么考我？因为这个视频里每道工序都是我的手法，连左下角那个弯线的习惯都是我的。你剪了我的视频，署了你的名，你连视频里做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我去，还真是抄的。你等着！离职手续在1楼办，不用上来。我来签最后一份文件，顺便告诉你，小王署名的那个视频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证明给你看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合同里写所有作品版权归公司，但你留不住能做作品的人。小王做不出第2条视频，你去找下一个顾念初吧。顾念初，你最好想清楚，这个行业不大，你今天这样跟我说话，以后还想在这个圈子混？这是我的新账号，第1条视频还没发，但我会发的，用我自己的名字，不靠任何人，只靠我的手艺。赵总，那个合同你最好收好，以后会有人想看的。谢明堂，朝廷来人了，说是有人举报你在冷宫聚众散粮，扰乱宫规。聚众散粮，这些人快饿死了，我不给他们吃的，他们明天就死在你门口，那样就不扰宫规了。哼，这不是我说了算。总之上面要查你的粮食来源，你是不是偷了御膳房的东西？小翠，把那袋米搬出来。这是我自己的粮食，不需要偷。至于怎么来的，你们可以理解为我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一个你们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。刘嬷嬷，这袋米送给你们，拿回去交差，就说谢明堂的粮食干干净净，来路清白。如果再有人来查，让他们自己来找我，我当面变给他们看。收起来。后面不会再有人来查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打发了，送了1袋米，以后没人来了。你那边呢？赵鹏程放话让我别想在这行混，让他放。咱自己有手艺，怕他？不怕。我今天去注册了自己的账号，明天拍第1条视频。拍什么？拍这个，标题就叫“闺蜜从古代寄来的神秘工艺品”，拆给你们看。那你可别把我供出来，放心。你的设定是神秘供货商，全球仅此一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念初。今天不教做手工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件东西。这个香炉不是现代仿品，你看这个铜制，这个包浆，
还有这个纹饰，这是掐丝工艺的古代做法，现代机器做不出来这种不规则的纹理。我也不瞒你们，这东西不是我做的，是一个朋友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。他说这个东西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上面这个铭文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文字体系，甲骨文不是，楔形文字不是，古埃及圣书体也不是。我问过几个搞文字研究的朋友，没人能认出来。下次视频我会用手工艺的视角给你们拆解一件新的东西。如果你们想看，点赞关注。我叫念初。我去，这什么文字？博主，你说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，太敢说了吧？博主，你那个朋友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啊？这也太神秘了！关注了，等下一期。明堂，视频爆了，爆了，多少播放量？5万，才发了3个小时，评论好几百条。我丢，念念你出息了！有人在评论区说，关注了，等下一期。明堂，之前我发视频，评论区全是公司买的水军，这次全是真人。你查一下顾念初，他最近接触了什么人？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查不出来也得查。他一个人不到1个礼拜，哪里来的这种货源？给我盯紧他。念念，我今天又收了几个机密。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说她儿子在前线打仗，不知道还活没活着。我把米给她的时候，她哭了半天。前线，你那边还在打仗？外面在打，饥荒加战乱，这个王朝快不行了。但是念念，我不想看着他不行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多做一点，不只是给冷宫门口那几个人发米，我想把粮食送到前线去。那边当兵的也在饿肚子，他们吃饱了才能打仗，打赢了，这个王朝才不会灭，这里的人就不会继续死了。那需要的粮食就不是几10袋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这边也得想办法，不能光靠你给我传。冷宫里能卖的东西有限，我得想办法出去，出去才有更多东西。那个香炉卖不卖？明堂，你尽管想办法出去，粮食的事交给我。视频火了，以后东西会越来越好卖。你那边要多少粮，我给你弄多少粮。念念，咱们上辈子是不是一起救过银河系？不知道，但这辈子咱们肯定要一起干一件大事。宣冷宫废妃谢明堂觐见。参见陛下。你就是那个能变出粮食的女人？是。陛下，此女乃冷宫废妃，满口妖言，不可轻信。若真有此等本事，为何不早说？陛下，我不需要解释，我可以当面辩，就现在。我需要一个人来检查，这布上什么都没有。
回陛下，赤石只是一块普通的布。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米，臣亲眼所见。陛下，这袋米我请求送到灾区，谁都不分，先给前线的伤兵。准。谢明堂，你有这本事，为什么现在才站出来？因为之前没人信，现在我想出去，我想带着粮食去灾区。陛下，冷宫门口那些饥民，再不去人就死光了。准你去，但你是废妃，不能以妃位出行。朕给你一道旨意，以钦差之名赴灾区赈灾。谢陛下。1个月前，就是我让人在谢明堂的宫里放了巫蛊之物。陛下最恨巫蛊，当场就把人打入冷宫。我以为那个女人会在冷宫里悄无声息地饿死，却没想到谢明堂站在朝堂上凭空变凉。梁神娘娘，梁神娘娘，去告诉他们，我不走了。我带着粮食去前面等他们，让他们跟着来。年年，我要开始干大事。周老板，小姑娘，上次那个香炉有大客户想要，不止一个，你那边还有多少？有是有，但是价格好谈。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圈子里的收藏家都在打听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们实话。什么实话？实话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那就别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猜。明堂，你那边到底还要多少粮食？尽管说。今天给你们拆一件新的，这件东西的来历我不能说，但它的工艺我可以给你们讲明白。你看这里，簪刻工艺，用的是簪子和锤子，一刀一刀敲出来的。现代机器翻模的东西，纹路是标准的、均匀的，但这个每一刀深浅都不一样。卖假货、骗子，举报了！装什么专家？一看就是义乌进的。有人说这是义乌进的，行，我现在做一遍给你们看。掐丝珐琅、勾线、填釉、烧制，全套，不剪辑，直播做。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我没看懂这什么工艺。黑子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的天，这手也太稳了！黑子出来走2步，这是真功夫，我跪了！关注了，关注了！现在谁还想说我是假的？女王，黑子脸都打肿了，已关注已推荐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粉。回到刚才那个烛台，它不是假的，它不是义乌进的，它来自一个你们都想不到的地方。下次直播我会再拆一件，想看的话关注。刚才的直播我看了，那个烛台你开个价。粮草到了没有？将军，
朝廷已经2个月没有运粮过来了，探子说下一批还要半个月。半个月，我们的兵还能撑几天？有人来了，一个女人带着好多粮车。你是何人？谢明堂，陛下派我来送粮。粮食？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朝廷的粮道被断了2个月了。粮食，真的有粮食，是梁神，梁神下凡了！末将萧衍，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不用跪，吃饱了帮我打仗。念念，今天我救了一支军队。军队？那个将军叫萧衍，长得还行。就是话太少。我说吃饱了帮我打仗，他居然就真的只回了一个是，一个字都不多。你那边越来越像回事了。是啊，所以我得多要点粮食。前线那座大营得我管饭，冷宫门口的饥民也得管。人越来越多，光靠你买的那点儿，流水一样就没了。我刚卖了那个烛台，3万，明天全部买粮，你那边尽管用。念念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在后山挖铜镜那天吗？记得。你说挖出来的宝贝要一起用一辈子。现在真的一辈子了。顾念初，你以为账号做起来了就万事大吉？你看清楚，签的合同上写的是所有作品版权归公司。你现在发的每一条视频，用的每一件东西，版权都是我的。那些东西不是你公司的，是我朋友的。你朋友？你不如告诉法院，你的朋友是什么供货商。识相点，把账号交出来，不然我告你违约。这笔违约金你背不起。不用，今天我给你一个交代。大家好，今天不是说公益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份文件。第3条，乙方创作的全部作品，版权无条件归甲方所有。第4条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运营社交媒体账号。第7条，违约金为乙方年收入的10倍。什么鬼合同？这不是卖身契吗？哪个公司这么黑？博主，你是不是被坑了？这家公司叫鹏程传媒，老板叫赵鹏程。他们签了57个创作者，每个人的合同都一样。我今天在这里不报警，不告他，我只做一件事，让所有人看到这份合同。至于你们怎么判断，自己看。我看了你的直播，我也签了这份合同，谢谢你。3年前我被他坑了10万，今天终于有人站出来说，谢谢。我手里也有他的合同，如果你需要，算我一个。
明堂，今天我把赵鹏程的合同公开了，可能有人会来查我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人摸到你这边的，不怕。谁来查，你就让他来问我。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穿越。这批赈灾粮按市价5倍，你要多少？5倍也太高了，现在城里都闹饥荒。正因为闹饥荒才值这个价，你不要，外面有的是人要。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谢明堂带兵来了，还有一大群饥民。带兵？哼，他带兵来本官府上干什么？赈灾粮又不在我这儿。把门锁好，从后门出去。谢钦差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朝廷赈灾粮仓，种地。粮仓种地，门从里面锁。王大人，你是不是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钦差说笑了，这是规矩。有人在码头看到你的管家装船11车粮食，船上登记的货物是私粮，但麻袋上印的是赈粮2字。王大人，赈灾粮是朝廷拨给灾民的，你印着赈粮的袋子装的是私粮，往码头上运。萧将军，砸门。是。这是赈灾粮，朝廷给我们拨的赈灾粮，他全藏在这里，卖钱。王坤，你贪了多少？钦差，这是往年余粮。往年？今年灾区饿死了3000人，你跟我说往年余粮？萧将军，把王大人带回军营看管，这些粮食全部封存，一粒都不许动。是。娘娘，王尚书被谢明坛抓了，码头上11车粮食全被劫了。钦差大人，那粮食不是给我们的吗？王坤的粮食是赃物，要等朝廷处置。但你们的粮食，我自己有。梁神娘娘，梁神娘娘，小野。娘娘，刚才来领粮的数都数不过来。那就对了。钦差谢明堂抵灾区3日，发粮万斤，救饥民逾5000。另查户部尚书王坤私吞赈灾粮逾3万斤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传旨，革去王坤户部尚书之职，交由刑部彻查，其名下粮仓全部充公。谢明堂赈灾有功。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娘娘，
户部尚书王坤被谢明堂的人抓了，码头上11车赈灾粮全被劫了，那批粮有一半是帮您运的。王坤供出我了？还没有，但谢明堂查得紧，王坤能撑多久不好说。谢明堂，又是他。娘娘，这个女人不是早就被打入冷宫了吗？怎么会？我以为她会在冷宫里饿死，结果她不仅没死，还出来了，变粮、赈灾、救军队，现在连王坤都被她端了。一个人从冷宫里爬出来，2个月做到钦差的位置，她接下来要做哪里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娘娘的意思是，她已经端掉了我宫外的钱袋子，下一个就是我。赵太医前段时间给我开的安神药，去把御膳房试菜的小安子叫来，别让人看见。谢姑娘此次赈灾，救了数千饥民。本宫听说你能凭空变出粮食，在座的诸位大人有不少人亲眼见过。今日是庆功宴，不知谢姑娘可否再施神迹，让大家开开眼界？可以。好，不过这粮食毕竟是凭空出现的，陛下万金之躯，入口的东西不可不咽。过来，尝一口。这粮有毒！谢姑娘，你的粮食里怎么会有毒？这袋米是我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凭空变出来的，我自己吃了没事。小太监在吃我的米之前吃过什么，喝过什么？贵妃娘娘，你让他尝米之前，他离你只有3步远。传太医。陛下，这小太监中的毒，怕不是从米里来的，是慢毒。毒发需要2到3个时辰，按时间推算，他是在今天中午之前被人下的毒，跟刚才吃的米毫无关系。贵妃娘娘，小太监中午之前中的毒，你让他来尝我的米，算好了他这时候会发作。这局是冲我的粮食来的。陛下，宴会前1个时辰，老奴看见沈贵妃身边的大宫女把小太监叫走了，回来的时候，小太监嘴唇发白。太医查了？查了，那小太监不是生病，是毒，跟他中午之前被下的毒是同一个来源。下毒的是沈贵妃身边的大宫女，药粉在她房里搜到了。王坤刚倒，他又来，朕身边的人不是贪就是毒。传旨，沈氏以毒计诬陷朝廷功臣，即日起废为庶人，迁入冷宫，其身边设施宫人交由刑部。沈氏陪了朕6年，谢明堂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谢明堂，你以废妃之身赴灾区，救饥民逾千，助萧衍将军稳前线。沈氏之案，亦由你清白自证。今日起，封你为贵妃。臣妾领旨。
小姑娘，说实话，你这些货如果稳定供应，光这一条线就能吃一辈子。念念，我当贵妃了，牛啊你！念念，探子来报，赫连说的5万大军已经在城外80里扎营了，最快3天他们就到城下。需要多少粮食？够城里守军撑1个月的量。够，你等着。念念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给我的那些东西，我全卖了，还有预付款。念念，等我这边打完仗，我把整个皇宫里能搬的东西全给你传过去。那我可得给自己留几件好的。粮草还剩多少？3天。将军，3天之后，我们连粥都煮不出来了。贵妃娘娘，城墙上危险。我知道，我来不是为了看风景。赫连说分3路围城，北门、东门、西门。南门是我们唯一能通后方补给的路，但他的骑兵速度太快，我们只要出城运粮，就会被劫。不用出城运粮，粮草的事交给我。萧将军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。请讲。3天后，当城墙上堆满粮食的时候，让你的兵吃饱，然后打出去。梁神，梁神娘娘，梁神娘娘，梁神娘娘。已经打包好了，明天寄走。念念，城墙上堆满了，整个城都在喊梁神娘娘。念念，你听到了吗？全城都在喊。听到了。你把钱全花光了是不是？等我打完仗，你过来。我请你吃御膳。管够。赫连硕吃了上次的亏，现在他把粮草分成了3处存放，每一处都派了重兵，想打他的粮很难。硬碰硬的话，我们的兵只有他的1半，正面打撑不过3天。不打粮，骗他。萧将军，城里有多少辆板车？板车？运粮的板车，空的也行。你们今晚做一件事，把城里所有板车集中到南门，上面堆干草，外面盖粮布。从远处看，要像一车一车的粮食。娘娘，干草看着像粮，可是没分量啊。不用分量，要的是火把从后面照过去的影子。赫连硕的探子在城外，离得远，他们看不到车上装的是干草还是粮食，但他们能看到几十辆粮车从南门运出去。你要让赫连硕以为我们在转移粮食？对，而且是往南转移。南边是通往朝廷粮仓的官道，他看到粮车往南走，会怎么想？他会派兵拦截，他怕我们有了粮食能撑更久。他派兵去劫南边的粮车，哪里的兵力就会少。北门，他的中军大营。
将军，南门有动静，几十辆粮车正在往南边的官道上运。半夜运粮，但昭营城里的粮草不是早就该断了吗？属下亲眼所见，几十辆粮车，火把照的整条官道都亮了。不管粮从哪里来的，不能让他们运出去。传令，调3000骑兵去官道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把那些粮车全给我截下来。南边官道离北门大营起码要1个时辰。3000骑兵去了南边，营中兵力少了1/3。中计了！北门拿下，敌军后撤15里。南边的空粮车呢？安娘娘说的，赫连硕的3000骑兵追到官道，发现了一堆板车和干草，粮布堆在路边，上面压了一块石头，石头底下有张字条。字条？我没留字条。字条是末将留的，上面写了5个字：甘草好吃吗？灵堂，钱到了。多少？30万。我去，念念你发了！不是我发了，是我们发了。你缺什么尽管说。我缺一个能帮我写字的，这古代的字太难写了。这些合同我看完了。第3条，版权无条件归甲方；第7条，违约金为年收入10倍。这2条按照现行法律属于显示公平的格式条款。你们如果起诉，胜诉率很高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打官司需要时间，快则半年，慢则1、2年。你们能不能等？不止打官司，我们想举报。他的合同模板套了57个创作者，不是个案，是经营模式。这种属于什么性质？如果证据充分，涉嫌利用格式条款侵害多名劳动者权益，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立案调查，严重的话，吊销营业执照。我们7个人的合同都在这里。他威胁我的微信记录，我也存了。其他人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银行流水都在。我签那份合同的时候刚毕业，被坑了3年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今天才知道不是。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我离职还倒赔了8万。小姑娘，市场监管局那个公告我看到了，鹏程传媒被吊销执照了，赵鹏程3年内不得担任企业法人。我知道。你一个人搞的？不是我一个人，7个人。行，那我就不废话了，你这个月的货再给我加2成。念初姐，市场监管局公告下面有人问我们能不能接其他受害者的案子，我回什么？回，可以，让他们把合同发过来。
谢明堂，赫连说退了，昭明保住了，你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臣妾想离开皇宫。你说什么？臣妾当初入宫，不是臣妾愿意的，是家族把臣妾送进来的。臣妾在宫里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。现在臣妾救了昭明，臣妾想用这份功劳换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自由。朕从来没把你当成过朕的女人，你也不欠朕什么。你救了昭明，朕没有理由把你锁在宫里。准，但朕有一个条件，你留在京城，万一昭明再遇灾荒，朕需要你。臣妾哪儿也不去，就在京城。哭什么？又不是见不到了。娘娘，你以后住哪儿？不知道，先找个客栈。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末将已经不是将军了，今早递了辞呈，陛下准了。为什么辞？打了12年仗，够了。况且，京城里多了个没有住处的女人，末将怕她被人欺负。一个打了12年仗的将军，来给一个废妃当保镖。你一个人救了一座城，末将一个人守你一个，够了。萧衍，你说这铺子租下来能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开个店，卖吃的。我活着的时候，不是，我以前最会干的事就是把吃的送到别人手里。卖什么？什么都卖，但最重要的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就是价钱写在墙上，谁来都一样，不讲价。先租下来，明天开始收拾。这价钱写死了，不能讲。不能，墙上写多少就是多少。来碗面。老板娘，再来一碗。这家店不讲价，但是东西是真的好吃。也不知道老板娘哪里学的手艺。听说她以前是宫里的，后来自己出来的。宫里的人出来开面馆。念念，铺子今天翻台了5轮，你现在可真要成富婆了呢。对呀，多赚点钱给你背嫁妆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也得努力了。你可比我快多了。
萧将军，赫连硕集结残部反扑了，陛下请将军回营。我已经不是将军了。陛下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还是镇北将军。去吧，你打了12年仗，不是为了在铺子里劈柴的。这间铺子，等你打完回来，我还开着。萧衍，听说你辞官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打完最后一仗。你说的打完回来，铺子还开着？开着，明天早起蒸馒头。怎么这么烫？念念，明堂，我看到你了。萧衍，过来看个东西。这是我闺蜜，我跟你说过的，那个帮我变粮的人。多谢。若不是你的粮食，昭明早没了。你就是萧衍。明堂说你长得还行。念念，我说的是还行，不是这个语气。明堂，我到了。书还在。比记忆里矮了一点。明堂，你不回来了？不回了。念念，我在这边有个铺子，有个人天天帮我劈柴，有小翠帮我端盘子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但你能过来，这门随时开着。行，下次我带火锅底料过去。你那边灶台够大。